但是不复盘，我可以给你讲一个，就是我们不是从国庆那几天吵了几天吗？吵了3天，国庆没有直播。五一吵架，五一天天都在家里面吵架。什么国庆？然后，五一哈，然后天天都在家吵架，然后有一个吵的时候很喜剧的一件事。有一件很喜剧的事，你说可以给大家讲，真的就是你们听了会很无语的一件事。我相信会有人理解我，不会无语的。天哪，你真的讲真，我说出来大家会理解你们，大家只会觉得无语。你说嘛，会气中带笑，我觉得。你说我听听，快点。老实说呀。吓到我了，裴贤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都不知道他昨天那边发了一个那东西。说呀，你答应我好不好？你下次不要在我不知情好吗？你下次我知情，我俩共创 ，OK？ 啊，就是2个。昨天才被骂完，他说他下次要共创，姐妹们。我的意思是，他要共创。我的意思是2人。你有病吧，姐妹们？大家有听到吗？他说他要共创。我的意思是2个人商量了，决定了，你再说这个东西，他这个自己单方面的，你知道吧？有人理解我不？他说明年要共创，姐妹们。哎呀，他说明年要共创。不是，你先说我俩吵架的那个，他今天都还在笑我，不知道有啥好。你们知道我们2个当时吵架。没有复盘哈，就给大家讲一下经过。就是我们5一在家里边吵完架之后，我们就决定要回成都嘛。是你自己要回去。好，你说，我们俩。你在直播间就别装了。来，你说。我本来都没有提，你非要提一嘴。你说。然后我们两个就要回家嘛。然后回家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因为当时在我们家的街上，就是我老家的大街上，他在我老家大街上发疯，你们能理解吗？我当时就觉得很丢人，他就在我老家大街上，你不要泡啊！然后我说，他一直要把我抓上车，我说你听我讲，我说你听我讲，我说我们冷静一些，我们先冷静，我们先上车，有什么我们回成都再说，好不好？我说我们回成都，他就在我老家大街上，你不要泡啊！我不上车，我凭什么上车？我自己可以打车，我有钱。他就一直在我老家大街上，像一个我老家的大妈一样，整个大街上的人都在看我们，然后他就在那一直吼，然后我就觉得面子上很挂，我说你不要再吵了，我们2个都不是小孩子，我说你安静一点，我们上车聊，或者说我们回成都再聊。很多人看着他说，我凭什么上车啊？我上车你一会儿把我撞死怎么办？我当时我真的我好无语，姐妹们。不是，我说我可以回成都聊，但是我想要自己打车回去。我说我不想坐你开的车，你再一会儿把我。有这个顾虑是正常的吧？他在气头上也拜托。你也知道我很珍惜我的生命的。他就在我老家这个样子吼，老家的老爷大妈全都在街上看着，他就说：“来，我手机给你，我不要手机了，你走。”我说好，李佳华，我说我们2个我就很冷静哈，我说我们2个再怎么吵架，我说你试想一下，你安静聊，我不想，我说你安静，我说你试想一下，如果我在你老家，我们2个吵架了，我说我这个时候要自己走，你同意吗？我说我同意啊，你赶紧走，把我气得心脏疼。不是啊，我自己打车回去咋了呀？不行吗？你是我老家，我说无论怎么样，我们一起回到成都，再好好聊。我说你这样子，整个大街上的人都在看我们。我说不要在这里丢人，好不好？我说我们回家再聊。我不回家，来嘛，手机给你，我今天就过去，你不要碰我。就在大街上就这个样子。然后我整个老家的人就全部出来看。为什么这样？不是，是他一直要让我跟他一起回去，但是我当下我想自己回去，因为我觉得
吵架的人开车很危险，我只是单纯觉得很危险。我当时很安静。然后我说宝，我说看着我像哄小孩一样，我说看着我，如果我跟你在老家，你肯定也不会让我自己一个人走，对不对？我只是单纯觉得我想让你自己走，你要是在我老家这个样子，滚啊，直接走。你不要乱讲话，等人家犯错重点。我只是觉得很危险，我当下是不想坐他的车子，我想。然后我就让他上车，他说我不上车，我上车你把我撞死怎么办？有这个顾虑吧？因为我觉得吵架两个人情绪肯定都不好，我就想自己打车回去啊。你也可以选择打车回去，我甚至都不想让你开车。但这都不是我们为什么吵架哈，我只是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吵架中的一些过程。至于为什么吵架，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作品了，他认错了，就全部是他的错。他差点把我弄丢了，姐妹们，所以大家也原谅我。就是我也可以想给大家道歉，就是我发那个作品可能吓到很多家人们，关注我的家人们，关注我们很久的家人们，但是确实，你会让很多吃瓜的很开心。你的莫名其妙发一个让人家本身挺无聊的一个无意，有事可做了，嘲讽你两句之类的。其实我不知道那一天我喝8+1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吵了。那个时候已经吵了。第二天就我喝8+1醉的那天，你知道吗？我手机掉的那一天。我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是默默关注着。你不知道？我老实说，我起床才知道，因为我那天睡得还蛮香的。但是我心里面是一直很心细腻的。然后他回来的那一下子，我甚至都觉得他的这个直播是在给自己存档。就他那天喝酒醉，手机掉了，然后他开了直播，他是给自己存档，因为他过了要罚钱的时间了。谢谢关注。我甚至都觉得他是在想说，和好以后如果提到这件事情，他是有一个证据，他其实是早就到了，只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。然后早上起来第一件事，我先打开了360，看你几点钟到家的。然后结果又看到了录屏，然后我们两个又吵架，我又没办法联系他，然后我就在派出所一直在等我的手机，我就觉得好无助啊。然后有人陪你，我就感觉没有人讲话，所以我才开了直播。然后我当时就在派出所开了一会儿直播，然后最后你为什么会带2台手机？拿到手机了之后，你那天怎么带2台？我带1台，我到了之后，然后发现手机没有，我没办法回来拿了另外一部手机去了派出所。然后我就觉得很无助，但是我当时感觉身边没有人，因为大家也还没睡醒，我就觉得呀，我怎么办？联系不到人，我这个时候就只有直播了。我想呀，我还可以直播，还有大家陪着我，我赶紧就开个直播。我当时那个点有人吗？有200多个人。找回来了。可好，你要是手机没找回来，你会一肚子火吧？不会啊，手机没找回来，刚好趁着这一次你把我惹生气。还好找回来了，我真的特别感谢，就现在的警力真的很。昨天怎么回事？就昨天确实是我们两个这几天吵得很厉害，连吵几天了，然后都没播这一天呢。然后整件事情都是我的错。不，你完全没错，你100%。我知道，我故意的，我看看你的反应。我现在还在观察当中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不要碰我。OK。我现在所有的我们的行为我还在观察当中，我删除那条作品，不代表我现在就接受。但是我现在在考察期，因为你不要碰我。OK。我现在在考察期。但是我还可以说吗？他考察归考，就昨天我俩后面晚上和好以后，他跟我说他要去上厕所，我也没有多想，反正就待了好久。然后后面去厕所，怎么到处都湿哒哒的？我说啥意思呀？你讲找我讲找，我说啥意思呀？还没讲到那一步，你有病吧？一边让我别碰他，一边你为什么一生气就心脏疼？他就气得心慌吧？就我们然后有没有人知道昨天
我再插播一个，有没有人知道昨天成都突然间下大暴雨？就我俩吵架吵到一块，哇，来就拿出手机，好大的雨呀！就是拍了一段呢，又关注我久的都知道，我比较喜欢极端天气。他喜欢然后昨天成都有一个极端天气，就狂风暴雨，我俩当时就下冰雹。我们两个吵的最大的时候，就是打了一声很响的雷的时候，很响的一声雷。我们两个当时是吵得最厉害的时候，然后狂风暴雨。然后李佳华还在跟我道歉，李佳华说：“宝，我这次真的错了。”我说等一下。然后我说：“哇靠，好大的雨啊！”我就拿出手机在那儿记录了半个小时。然后我一边记录，他就一边在旁边就说，一边说：“宝，我真的错了。”我说：“你先别，我先记录一下。”然后我就在那儿记录那个天气。哎呀，现在我是真明白了。你知道我明白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不要碰我，现在还在考察期。我现在明白的是，有的时候，你知道人有的时候吵架是因为觉得自己占理，会跟你吵嘛。但你不占理啊，可是。对，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占理，有的时候就是如果人一开始就觉得自己不占理的话，是不会发生争执的。这一个逻辑你能理解不？就是吵架肯定是觉得自己占理才会去跟别人吵架，没有人会觉得不占理还去跟别人吵架，这个逻辑 OK 不 ？OK。对，就我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占理，然后才跟你吵架嘛。我现在明白了是，反正吵到后面我都没有理，肯定是我的错。你的意思是我把他？不是，反正就是我就觉得以后就直接跳过吧，以后就不跟你吵了，我觉得，反正就没有占过理，我感觉。你刚刚才说你这件事你很错，我很错呀，是很错，大错特错。我真的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说的？你像在讲幽默笑话一样。不是，但你还在考察期，李佳华。我刚刚说话的意思是，反正吵架吵到后面都没有理，就以后就不要有。不是也有我犯错的时候？你完全没有。以后就懒得跟你。你好像说的这一次就是我的错，但是吵到最后变成你的错了一样。敏感肌了，是他把我哄回来的，但这次的事情真的就是他的错，而且他犯了很大很大的错误。那当然哈，我说这个很大很大的错误不是原则性的哈，但也是很大很大的错误，就仅次于打我。真的啊，在我心里，在我心里。来，好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还在考察期，等一会儿。他每一次跟别人吵完架以后，他都会给别人警告。他的警告就是这件事情对我的伤害特别大，我会永远记得。然后过几年，你再问他，哎呀，我感觉宝宝，你每一次都永远记得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吵架？你永远记得的事情。姐妹们，就是没有啦，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讲一些中途好玩好笑的事情，但是具体是怎么了，希望大家记住，就没有讲怎么了，但是你们知道是他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然后也是哄了我很久很久，他把我哄回来了，确实把我哄回来了。所以这件事就翻篇了，所以我们一直可以讲一些中间好玩的事情。我妈就很好哄，我没有很好哄，我现在还在考察阶段。我妈今天我没有很好哄，也没有翻篇，还没有翻篇。这个吃太胖，我没有翻篇。很多人都觉得我翻篇了，我该又那个了，我没有翻篇。我先记住，我们两个我没有翻篇。我现在还在考察，我要等一种信号，我才会翻篇。什么信号？我会等一个信号，我才会翻篇。我会等一个突然让我翻篇的事情。什么呀？我觉得，哎呀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么有现实的人，姐妹们，我不是那么现实的人。但是我没有那么我说了，我想到一个惊喜给你准备的，我明天或后天，我先跟你预告一下，我感觉你会喜欢。好，那就不要提，我不需要你的预告。但是我得花点时间，没关系，做这件事情。我不需要你的预告。你不要，那我不做了。可以啊，还是做一下。可以不做，真的可以，没事。哎呀，别问我不在，还在考察期，真的可以不用。考察期，那我还是做一下。什么时候过嘛？过什么东西啊？考察期。我不知道，我就说等一个契机啊，但我不知道那个契机是什么。OK。为什么不播嘛？我说我俩吵架了。然后
你知道我妈说什么吗？她说你年龄小要烂你。我差点回她都快30了，有多小嘛？忍住没有回。开玩笑的，笑起来。我差点怼她，我说都快30了还小。他确实就是把我弄的这几天真的哭的不成样，姐妹们。我感觉你每天都挺开心的。我没有在你面前哭。我不信。你有记录吗？你不是每次哭都有记录？我看一下。在这个手机上，下播就给你看，我下播就发微博、发抖音，不用，我下播就把我这段时间的记录，这段时间有多惨，全部发抖音，你等着挨骂吧你。我也经常哭啊，你都不知道。乱发东西。要给你共创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你不要擅自主张的发那个的。你知道，谢谢用户。昨天我俩都还在吵，就是聊天，不是说吵架，在争执，在辩驳。根本没有啊！你都说我要回去了，你说就这样吧，我也回去了。你说你都自己在那儿说，你说你都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你都还在那儿。他过来，姐妹们，那件事情发生了3天，我们3天没怎么讲话，然后还在有点小吵。最后一天他忍不住了 ，OK， 我就心想 OK， 已经准备好好聊一聊，然后怎么样了？我一坐在那儿，来吧，我们聊一聊吧。我说行，我坐着。那天那件事情确实是我的错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你非要一大堆输出，我大爆炸，姐妹们，大爆炸。然后我们就在昨天晚上就大爆炸的吵起来了，就他甚至都没有一句对不起。有，我说了，我跟你道歉。I'm sorry。咋了？全身上下就嘴最硬，没有，还是有可取的地方的哈，他还是有可取的地方，你不要借着这个机会污蔑他，这个我不允许。你可以骂他别的，那你吵架就本来就得吵尽兴，还不够尽兴是吗？尽兴呢？没有，好像搞得好像我主动跟你和好似的，没有这个意思。本身每次我俩的发展就是吵完架，你自己就是我自己爽完，就是吵架吵爽了以后就开始道歉哄你，就一系列嘛，尽兴的呀。但是你吵架，人本人就是吵架，就是得吵得尽兴，因为我觉得尽兴，哎，有你这样尽兴的吗？人家吵架也好好说，也好好说。在我老家呢，搁那发疯，在我老家大街上跟个农村大妈一样，声音讲话贼大，跟我奶一样，声音多大，然后在那吼。我说上车，我们回成都再聊。我不上车，我上车就把我撞死怎么办？我自己打车。我说宝，冷静冷静。我说哪怕是我在你老家，你也不忍心让我自己一个人吧？我忍心，你自己走啊。我真服了，给我气的，我当时捂住胸我给缓不过来了，我当时都差点觉得自己。而且五一那天菜听说很多，都没吃到，我真服了。我回来以后就一直在想那个菜到底有那个场景真难以想象，你没看他那个样子。为什么不吃？在吵嘛，想着吃完饭再吵的。本来想跟他说我们先中场休息一下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他这次本来犯的错就大，本来他就犯大错了，他的处理方式更错了，所以这次才吵这么大。就是本来他惹我生气了，我都没有理他，姐妹们，我是那一种我现在惹不起，我躲得起，我就去一边，我就不想跟他说话，我就去陪奶奶去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去陪奶奶去了。过一会儿，我妈给我打电话说，赖嘉欣去哪儿？李佳华要回去。我大发火，我犯错了。第一件事情，我本来以为他过了一会儿会过来给我道歉嘛，我过来给我道歉啊，这件事情就过了。
过了一会儿没过来给我道歉，反而闹着他要回成都。不是我当下的想法是我气的我直接一脚油门走回去，然后我就气着一脚油门去拉他，我就让他回去。他这个时候又发癫了，我凭什么回去？你一会儿把我撞死怎么办？就开始发疯，就莫名的开始发疯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就是为什么你咋跳过了呀？第一我说我要回去，我是觉得我在那里不开心了，那我就离开，而不是我说我还带着傲娇说我要回去，我算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要这样乱说话。第二个是我怕我在你不开心，我才说要回去，但是我已经坐上了你妈开的车，我要准备去吃丰盛的饭菜了，这个才是重点。好，是你给我拉走。行，你没错，你没错啊，错了呀，没错呀，没错啊。我说了，我错了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没有，我现在还在考察你，真现在在考察你。但是确实，我们因为这件事吵得很大，昨天发的那个作品可能有吓到大家，但是他给我道歉了，但是还没有真正的把我哄好。你是不懂，昨天我都不知道他发了，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在一块，然后我就在那头沙发上坐着发呆嘛，然后我就看，哎，群里面怎么这么多消息啊？然后一看，对啊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你自己说的呀，我才看到，你自己说的呀，你自己说你要回去，你说行啊，那我回去，然后过2天过来收拾东西，怎么，就刚跟我讲这些，那不是吓唬你，你也没有挽留啊！天哪！你犯了错，你不道歉，你还跟我说我回去了，过2天我过来收拾东西，哎，我还要惯着你不要走，不要走。哦，我在成都孤苦伶仃哎，无依无靠的。群里面还有一个人，你知道说什么？以后吧，把灯牌亮起啊！很多姐妹们的灯牌熄了，把灯牌亮一下。然后你知道我们的那个12级群有一个人说话，我昨天翻了一下，有一个很过分。你说我拿一下东西。咋了？你说嘛。他说5·1票这么贵，你的话也得等到5·1过后回去吧。我真服了，都被你们看穿了。我看了一眼，确实最近票还挺贵的。我就想着，那我就来这边住个2天，我再走。哎，我的买的那个呢？对呀，我以后不会再惹你生气了，就像我昨天说的。真的呀。嘘 ，stop。你不信？就以后我都不想跟你吵架了，反正吵来吵去也挺没劲的，就让你每天开开心心。吵架没意思，懂了的呀。因为每一次吵架，就是我俩都会冷静好几天，但那几天2个人过得都不是很开心。有吵过架的人应该懂吧？就是感觉很耽误事。这几天我们躺在家里面，哪怕不工作不直播，我们躺着玩耍，躺着有可多。我错了，我这次错了。有人私信我跟我说我这次错了，他说有个人说的很对，他说如果以后你们吵架哈，如果你确实觉得双方都有问题，那大家就冷静。如果像这一次一样，我是一点错都没有，就全是你大错特错，他让我直接订张机票飞出去玩，到处玩，就让你找不到，然后你就出去玩，他不给你一点惊吓，你都不知道，你都感觉我像一只断了翅的鸟，还飞不出去了，是不是？哇哦！甚至这个人给我的点，我就说的很对。走，就这是我家，我凭什么要走？那我要纠正你一点哈，我可以说全部是自己的错，但是你不适合说这个，就是你不能说全是我的错，但是我要自己说是我的错。你这样子我就是不好，你不要这样说全是我的错，但是我可以自己说。那你说说我错在哪？你没有错，但是你不要。就是你不能，就比如说我夸你好看，你不能说对啊，我确实好看，你不要这样说，这样听感不好，让我觉得不舒服。OK，我有错，你没错。那为什么我不能说我没错？对，你不能，我没错，然后我不能给大家说我没错，你不能说这次确实全是我的错，这个话我要自己说。OK 不 ？OK， 我是好哄，
但是我脾气并不好，就是我也会就是一下发癫的那一种，我也会，我脾气倒也不是。你当然会，宝宝。但是我喜欢的就是这股泼辣劲，我就喜欢这种啊，我不喜欢那种太百依百顺我的。另外你咋了？这句话不对吗？就是我喜欢有自己个性的人，他才能掌控我。那种特别顺从我的，我不是，我就是谈不了对象。这样讲行不？就是我喜欢你保持自己。你把今天发那个作品先隐藏一下，不用。等一下，这句话哪里错？我听听这句话让你觉得不舒服。Don't touch me。你不舒服的点，你说说，刚刚你不舒服的点是什么？好，哎，我是在夸他性格很特别，小新脾气确实好。怎么世界上会有你如此好脾气的人啊？都，像，为什么？就觉得你，我咋了？我说听听。嘴巴可贱。哎呀，不要捏我，不要捏你的奶，肚子。还知道自己没面子，我跟你们说，他还知道自己没面子，他真求了我2天了，求了我1天了，今天什么吗？在那儿，不是家里人都知道我们吵架吗？说求你了，求你了，一定给家里人说是你的错，求你了，我就求你这一次，就一定要让我给家人说是我的错，我非要回成都，说我的错，我非要回成都，我非不要在老家吃饭。你别乱说，就是你。哦，就是我，本来就是你啊！对啊，家里面人做了一桌子好吃，你非要回去，我不懂哦。别叫我，真烦。那辛苦了，大家这样做饭都没人吃。我都说了不要回去，不要回去，非要回去。你下次不能再这样了，知道吧？哦，那没有。你看不起我，不要倒打一耙。你这句话太伤我，我会永远记得你今天说的这一句话。这不是你最爱说的吗？你这句话太伤我的心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今天对我的羞辱。真的很丢脸，不会、啊。大街上大声喊真的很丢脸，而且是在老家的大街上那种。拜托，镇上姐妹们，你说这种大街上，在春熙路吼2句，我都觉得还好。是在我老街的镇上，他在那疯疯癫癫的说：“你把我撞死啊！我不走，我不，别碰我！”拦都拦不住。我长得这么好看，路人只会觉得耶，这个帅小伙遇到了什么，他们只会心疼。丢啥脸呀？没有，所有的目光都是喜欢你的目光，不要内卷，不要内耗。真的，我当时真的完全没有觉得丢脸，我会觉得让有机会让大家都认识我。赖亚星可能觉得丢脸吧，因为那个小镇上大家都知道赖亚星这个人，他可能觉得耶，你别给我搞点幺子。废话，我突然就发现，就像炒的菜让你端出去，你问端去哪呀？端去厕所。咱俩宝宝，你咋不笑啊？我每天都想得到你一个笑，你现在笑，今天的你笑给我看一下。你还在考察期，你是不是？考察期不能笑，你笑一下嘛。啊，好甜啊！